看哭了，是真的看哭了，朋友们。如果有看哭的跟我一样，弹幕上可以打。那其实前2部呢，我就有想法，我就复刻一下这个非陈升8音布鲁克的那些名场面。很帅。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你知道那个跑拉力嘛，必须得是专业的这种赛车对，爆改，是的，对不对？大价格，但是没这个条件，所以我在想，哎，怎么可以去复刻那个东西呢？就找一个合适的车。没想到找到了，其实跟我们一拍即合，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新疆拍嘛，这个是非铺装路面，一般在非铺装路要么越野车，要么专业拉力车。对，我当时觉得这个是跑车级的 SUV，对，它在上面跑的话能不能？但是前面他片子也跟大家讲了，不只是能，而是做的非常好啊！而且它这个车不但要有性能，而且呢，它要保证人员安全，最重要的是什么？干活靠谱，就是啊，所以就非常靠谱。哎，我看到您在上面有一个，这是一个大的摇臂吗？这车上架着的。对，哎，非常专业啊，这个摇臂就是朱老师非常专业，这个就叫摇臂，这个呢是在我们专业的电影和 TVC 拍摄包次。非陈升里面也是用到了这个大摇臂，然后这个摇臂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上海我们这边条件所限，我们真正在新疆用那个是全国就1、2套的专业的摇臂，然后非常的重，有几十斤，然后呢比这个夸张好像3、4倍吧，然后各个部件都重很多，那对于这个车辆其实是要求很高的。对，其实挑战比这个现场还要更大一些。对，挑战更大一点。对，所以其实会对它的稳定性要求会更高一点。对车的整个框架，比如说这个顶部的这个框架，包括玻璃，以前我们试过用普通的车去架之后，上面顶上的玻璃直接碎了，但是在咱们这台车两天的这个蹂躏下来，折磨下来，哇塞，可以说是一角微章都没有，一角微章是沙子，顶上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的重量，包括对于整个车的稳定性，因为毕竟它顶部重量很高嘛。对。哇，那真的是很强很硬啊！我看网上有时候说，大家都说看《荒野求生》的时候都夸贝尔很牛，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贝尔背后的摄影师会更牛？对，贝爷其实是这个非常极限嘛。其实我们这次也做的非常极限，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能追上一台莲花的车，只有莲花，只有莲花。是的，这个肯定的，是的，因为。其实说到这一点，就我们当时给那个阿胜准备了2台车，是为的就是能让他在拍我们这台车的时候能遇到我们另外一台车，因为我们也内部也坚信，其实能追得上这台车的，当前我们看到也只有我们自己这台车。对，而且费城3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混动才是最佳选择。然后在莲花4米啊，它用的是一个超混的一个架构。哎，我有看到你在新疆拍的那条片子，感觉很激烈。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很特别的想法和体验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有个点很重要，就是这台车我们刚说的超混嘛，但在无人区它其实没有充电桩啊，没有。对，无人区它信号都没有，它怎么会有充电桩嘛？对不对？那你到时候没电了不会很烦吗？没电没有关系，原地保电。对，而且它可以在开的时候选择，就是可以把电量保到80%，对，一直都有充电。我们有个燃油优先的一个模式，是可以设定到80，你可以边开边充。那在满足你行驶的过程中之外的话，还能额外给你充进去电。对，我们其实内部有一个数据，就是你120公里行驶的时候，发动机除了能直驱，还能每小时再充进去25度电。其实你1小时可能大概率都跑1小时都约不了25度电，就很夸张，就越跑电越多。越跑电越多。对，就这个说法我是的。而且我们在沙漠里开的时候，不只是续航要焦虑，剩下就是车子底盘稳不稳，开起来带不带劲，对不对？没想到我们这台莲花4米，我们在沙漠里开，哇塞！我跟你说，我这震惊了。我前面说它是一个城市跑车 SUV 嘛，之前我是这么觉得，没想到了沙漠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从容容啊。然后呢，在开的时候，不但动力输出非常线性，同时底盘的响应也非常快，因为它有10来扭分配系统，所以呢，不打滑，不陷车，非常的从容。而且呢，我第1圈试的时候就能起飘了，第2圈就直接随便加大油门，满油门飘，没问题。这什么感觉？因为我能感觉到他完全懂我的意图，他懂我。对。我比较好奇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懂”，它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具体的说法？懂呢，就是很简单说啊，我们平时输出的时候，可能就输出方向盘、刹车、油门这3个点能输出。但你方向盘稍微打一点点的时候，如果以前的车它是这种螺旋弹簧的话，它没法控制，它就是机械式的。那只是前面的转向机转了个方向，但是这台4米，你打一点方向的时候，它整个车像是长了大脑一样。不管是悬挂、自动调节软硬、扭矩，每个轮胎分配扭矩、差速各种分配，然后呢。不只是车的动力部分，它连车内的座椅它都给你夹紧，你往左边打，它给你一边
撑住，往右边打撑住，就是这么智能。对，就是而且它是毫秒级响，一点延迟都没有，就我连续飘了7、8圈，也没有任何的衰减或者说是动力不线性的情况下，就车身姿态就非常非常稳，不突变。你们知道这意味什么？意味着它的电控系统和它的这个底盘，它是协同工作的，不是各干各的。哎，你说这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阿胜老师他是就是开车嘛，我不坐车的人，我特别好奇，就是杨老师作为产品经理，这个协同工作它的原理是什么呀？其实我刚刚听阿胜讲，我感觉他已经仿佛一只脚半只脚已经入到了我们公司部门的门槛里边，讲了我好多的话。然后这里边对，其实你描述的是一个主观感受，其实我们后台是通过一个叫做6维动态底盘的系统去控制的，因为6D 底盘。对，因为车辆它其实是有6个自由度的，那传统的车型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调节，可能最多有个 CDC 就可以了。但我们现在这台上面既有这个双腔双阀的空气悬架，也有这个我们的48伏的稳定杆，那包括我们整个有一个后台的这个大脑，然后其实这台车型它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叫潜馈的概念，每秒1000次的可以对底盘做进行一个检测。你想每秒1000次，非常的快的，反应很强的。反应很快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实时的动态调节。我们就拿这个稳定杆来举例，它可以在10毫秒内提供1400牛的这个扭力。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沙漠里边，它出现了一些侧性，它就可以瞬时的去让这台车的本来是这么大的侧性，哎，变得只有这么小。那这个时候就会上刚刚阿胜所说的这个就很稳的这个状态。魔法啊，魔法是的，就是我们现在通过了，就是用着莲花以前的这个调教的经验，配合着我们现在最新这些科技的这些驾控的一些硬件，让这台车开起来真的不像一台 SUV。对，就是跑车，就是跑车是吧？对。然后呢，我真的觉得在驾驶舱里面，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是怎么开的，就当我刚开始我跟它呼应上的时候，蓝牙拦上的时候，这个非常连接了，蓝牙拦上没有啊？拦上了之后，我直接抡方向盘，它都可以精准的去做出，我轻轻动它就轻轻转，我抡起来它就大幅度的控制，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确实，哎，比较好奇啊，因为我看你的那个视频特别的刺激，就除了漂移，还有没有哪些场景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本来我们漂完之后呢，我说 OK 收工，然后就在远处看见了一个非常高的沙峰沙山。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越野车在那玩，然后我的那个向导说，走，咱们也玩。我说，咱这个是跑车啊，这个人家是这么高悬挂的，然后呢，硬派越野嘛，他们对呀，然后呢，人家的胎压放到0点几，就很瘪了，为了更大的抓地。我们2.5，我说老师，降到降一点吧。他不用，我感觉看你了，应该没问题，直接带我上去了。我可以说又惊吓。又震惊，惊吓是因为这位老师从来没有开过4ME，第一次，他是个向导，他开着自己的硬派越野车带我们。那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自信呢？因为他看我们开的太溜了，他觉得这个车肯定可以。然后呢，我的震惊就是因为他居然能够一变就冲到这个沙峰上面，然后呢边上就是悬崖，他就一点控制，就这太离谱了，就是很激动，你知道吗？就是除此之外呢，还就是刹车真的太厉害了，我每次刹车10脚刹车都不衰减，很离谱啊！这个东西考考你啊，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有几个活塞？几活塞啊？你这难不到我。这个不能碰啊，朋友们，这个危险动作请握好。这个如果咱们冲过沙峰之后，就不能再摸这个卡钳了。哦，那现在能摸了吧？现在静态是冷的。它正面3个，背面有3个，就6活塞。专业。对。而且这个不光是6活塞，是 Brembo 的6活塞，而且是莲花和 Brembo 联合定制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花费了过亿的这一个研发费用，其实才打造出了这套我们的这套高性能制动系统。因为我们是希望整个这个制动它不是第1脚刹车是 OK 的，也不是第10脚。我们内部要求的标准是德国的这套 AMS 标准，连续12次我们的刹车距离平均距离33.9米，我们不取最低值，我们取平均值。而且不取10次，只取12次，太夸张了，朋友们。这听下来我就觉得，因为我等一下就准备订车了准车主。对，以后我就准车主了，离我的车稍微远一点。开玩笑，优惠一点嘛，这样。开玩笑，我们把转走。可以。而且呢，我觉得不只是刹车，它的动力也非常在线，因为它是一个900伏的高压的一个混动架构。那么这个超混结构，这900伏为什么好？900伏大家可能看到，哎，这个充电速度很快，因为它的架构高。那为什么我们说一台跑车级 SUV 它需要900伏？就是它的这个散热。哎，考你一个初中物理啊，初中的这个物理啊，这个900伏和低压平台，它
这个公式啊，为什么散热好？其实就是 Q 等于 iPhone RT， 就是这个电流和这个我们最终做工之间，它是一个平方的关系。专业，专家。对，所以900伏的这个平台呢，可以让这个线数更细，线数也更加的少。不但减重的同时还能增加散热，所以要买车就一定要买高压平台。所以我刚刚听了那么多，我发现它在像沙漠这么极端的情况下都很可靠，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在日常也非常的安全的？没毛病。那肯定的，因为相当于其实是阿胜帮我们做了一次极端的这个测试，那帮助你首先它没有焦虑，你在无人区开没有焦虑。第二，你不敢想象一台超跑 SUV 可以冲沙啊，这些都是完成了可能大家对这台车没有的想象。我们其实把它更多的定义为它是一台全时高性能，满足你全场景的一个驾控体验的一个产品。其实我感觉在你这儿做到了。所以说我们这次测试呢，主要是把它的上限给它测出来了，而且没探到底，没有探到底，深不见底，知道吗？对，其实我真的是发现这台车它真的有很多的魅力啊。其实我们刚刚经常会提到它有一些亮点，我发现这个亮点是传承的。我特别好奇它的由头在哪里呢？其实莲花的这个传承，因为作为一个拥有78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得益于我们品牌所有的这些 know how。那我们从1948年开始做跑车，然后做赛车，到今天为止，其实整个品牌的这种驾驶的基因其实不会变，这是我们叫莲花品牌的底色吧。那这个其实它带来的是我们对于所有车的这个理解。没错。那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老爷车型，其实通过这些老爷车型，我们的去了解他们，就会更好的去了解莲花这个品牌为什么会有这些坚持，为什么开启的莲花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我们的莲花的老朋友，看到了，真的很期待，看到了，因为他是大家肯定很期待了，大家的老朋友了，没错没错，直播间的新朋友，大家的老朋友，所以说你们也可以在直播间猜一下是谁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打一下。对，他应该是全网最有名的 Elise 的车主，我就通过这一个点，我们总是借他的车。没错没错。好，那其实我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那有请我们极速拍档的 Jackie 老师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我觉得说我是最著名的伊利车主，我就当仁不让啊，真的，对，这个算是莲花之友，对。所以今天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经典的赛车在现场，其实我最近呢，因为刚刚去了英国莲花的总部啊，去了 Team Lotus， 所以呢，其实我拍了一支片子，就是讲述我整个的旅程的。片子呢，明天就能上线啊。今天呢，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0秒的花絮啊，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好的，我们小小剧透一下。好，哇塞，真的是有了抛砖引玉的感觉啊！那Jackie老师，你作为我们莲花的老车主，这次又专门去到了英国总部，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更深入的了解到莲花的历史了，就是因为在以前我可能就是作为我觉得这车很好开，那你了解了这个历史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莲花在技术这方面真的是一直在追求，是吧？就几十年从来不变。那比如说我身边这一台啊，就是莲花应该说是第一台的冠军 F1，这个是 Type 25啊，然后呢由这个 Jim Clark 啊，英国最知名的赛车手之一去驾驶的。那你知道这台车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你是专家，你刚去英国，我又没去，我去了新疆，下次我们换一换好不好？可以啊，这个你跟他讲讲，你肯定知道很多啊。就是因为呢，其实这台车呢，它算是第一台使用这个一体式座舱的赛车啊。这个呢，对于 F1的安全性其实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因为在之前就是可能 F1呢，它都是钢管车身啊，然后所以呢，它虽然挺轻的，但是对于车手的保护啊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它用了一体式座舱以后呢，它其实对于保护增强了，但同时它又保留了轻量化，所以其实这台车就当时候能夺得冠军，而且是属于碾压性的。对，你知道有多碾压吗？7场
不10场比赛7场冠军，真的那是稳赢稳赢的这种水平了。但是我听说，其实这个座舱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是不是杨洋？是的是什么，这个其实讲的是当年我们在开创这个单体壳车身的时候，科林查普曼在最早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他除了考量这个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他还希望为他的2个不同的车手能打造个性化的这个座舱。个性化。对，因为他们认为就以前大家都是2个人开一台车，就是相当于这台车是一模一样的，但在这台车上面，他给吉姆·克拉克和另外一位车手分别定制了这个座舱，因为根据他们的身高，根据他们尺寸，更加的去适配他们，能让他们达到更好的人车合一的效果。OK， 明白。这对于身材要求还挺严格的，你别说，我感觉我能坐进去。你能做啊？我觉得你可以叫他给你定制一个，是不然你没有办法有那种人车合一的感觉。就是轻的只是车快，但是你人得快得合适。行，钛合金嘴名不虚传，什么都能给它圆过去，反正。是。你说到这个钛合金，那就不得不说这个黑金涂装，好转。黑金涂装莲花，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莲花 F1的那种造型，对，很帅，对吧？就是这个黑金涂装呢，其实是这个 John Player Special， 因为呢，原来其实 F1的赛车呢，它是没有一个专属的涂装的，它一般就是以这个国家的这个颜色，比如说英国，它就是绿色代表，然后呢，所以呢，以前的老的 F1 英国的赛车都是绿色的啊。那莲花呢，就有了赞助商以后，我就发现啊，就是每一台赛车都有自己独特的涂装了啊。所以呢，其实这台车它有什么特别？其实这台呢是 Type 79，也是莲花的一个冠军车，没错。这台车呢是就是当时候我们所说的地效车，地面效应。因为比如说像尾翼，其实这个空气动力学也是莲花很早引入的一个概念，但是尾翼呢，它是给你增加这个下压力的。但是呢，我们呢如果在就是地面就是在它地面这里形成一个真空区的话呢，那它就不只有下压力，它还有一个吸力，像一个吸盘吸在地上一样的感觉。阿胜，我听你说，好像你最近在研究这个文丘里效应，是吧？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对，那不能叫研究啊，因为最近 F1 马上要开幕了，所以毕竟这是一个几十年前的 F1 赛车。但是现在的 F1 技术有很多都是在 Type 79上面研发过来的，比如说后面的尾翼是莲花最早应用在 F1 赛车上，是的。同时这个侧裙是为了让它下面有个真空区，让这个又是咱们这个再考一下这个初中物理，高气压往哪里走？往低气压的这个。对了，这个不用考了，这不是高中物理，这是小学物理，这是常识。所以上面是一个高气压，下面就让它越低气压越好，所以它下面真空带。然后这个下面是有2个文丘里管道，那这个管道呢，可以让它既不产生阻力的情况下，还能让车稳稳的低趴，稳稳的吸在地上。这个是比这个尾翼更加高效的一种方式。尾翼呢是它会压下去，但这个呢是吸下去，是有阻力，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它又能压下去，又能够有尾翼，这样的就是平衡了。别的车没有这个通道呢，它就只有阻力。对。当然，其实呢，当时这个车呢有一个故事的，因为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它其实是透过这个侧裙，对，可以上下伸。只要解放了以后呢，它就有一个这个自动伸缩的效果。没错。比如说我走到哪，地有多高，没错，它就能有多低。所以就永远保证我车是绝对贴地的，所以呢，它里面的这个真空就很空，像一个空真空的概念，所以把它吸在。对的。然后，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技术呢，F1就是整个组委会 FIA 觉得太逆天了，你这个跑得这么快，你让别人怎么玩？犯规。所以呢，就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现在的 F1 赛车会海豚跳，就是因为没有用到莲花的这项技术，它不能用主动地效，它现在是主动的。对。所以其实莲花的，你知道吗？就是它的这个赛车史呢，其实挺坎坷的。虽然拿了很多个冠军，但其实每一次当他一有一个新技术拿了冠军以后呢，就被禁用这个技术啊，就是每次我都要想破脑子。所以当时科林查普曼先生啊，你知道有多难吗？就是每天就被人就打交道，对，所以赛车赛的就不只是这个车快不快，赛的还是人情世故。然后其实这个 Type 79呢，它的前身是这个 Type 72嘛，也是非常经典的黑金涂装。其实以前呢，我们的 F1都像那个刚才我们旁边那个 Type 25一样，它会有一个中网，就其实跟我们正常车一样，它是有一个进气或者散热的一个作用。对这一块，你看，但是这个车呢很扁啊，它这个鼻子啊，其实呢它是把所有的这个散热呢放到车身的两边，这样子它的对这两边，然后它不是2个散热器大在那边嘛，然后这样子呢它可以把车头做得更低矮，这样它车头的这个下压力也会增强啊，然后它的整个阻力呢也会降低，所以呢其实莲花的 F1呢可以说是奠定了现在大部分新的 F1的一个雏形啊。其实我们现在新车跟这个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大概的轮廓是一致的，所以说是这个就是
是一个鼻祖了，现在造型那个F1的鼻祖，没错。因为像刚才 Type 25那些，你跟别人说是个 F1，我觉得人家都会说就不懂的哈，或者说你是不是有毛病？那个不是雪茄吗？那个飞船。对，但这台车就更像现代的 F1了。这个很帅的。是的，因为车手的名字大家都熟悉了。就我刚才说 Jim Clark 不是很出名，但是其实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车手。没错，一看到 Senna， 对，这个就是我可能是我小时候的车手，你可能还不是你。我小时候是舒马赫，对。但塞纳呢，就是被大家就是奉为车神的一个传奇车手。那其实最早呢，他是效力于莲花车，是的，没错。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车身旁边呢有一个87年底特律冠军和一个摩纳哥的冠军，同年2个冠军非常的难。对，因为这2个赛道呢，其实都是以这个弯多著称的啊。摩纳哥就是大家都觉得啊，是 F1最难的一站啊。那这台车其实，杨不如你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它能轻松拿着这2个那么多弯的赛道的冠军吗？对，其实这就不得不说这台车有个特有的技术，就是主动悬架。因为莲花的昆动力学很厉害，我们知道在很多比赛里边可能获胜，但昆动力学它更多的应用于是高速弯，因为高速弯我需要更好的下压力把车给按在地上，但在低速弯里边我需要车轮有更好的抓地力。那这台车型就第一次在 F1 里边应用了主动悬架这个技术。当时它是有个中央的这个大电脑，然后可以调节这个车轮的这个高低，但是它的幅度虽然不大，但是它能使得这个车轮有更好的这个抓地力和贴地性，那也使得它在摩纳哥这种低速弯的比赛里边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对的，因为其实当时呢，我在那个车队也问了他们，我说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啊，然后他们说，哎，其实那个幅度就一点点，他说那个电脑。还都不是说比不上你手机，还不一定比得上今天的计算机，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说当时候的幅度跟现在新车是没法比的，是啊。反而呢，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可能不是现在，过几天能买得到的 ForMe。它的其实那个悬挂的可变的行程啊，和它的运算速度要比现在的这些 F1要快得多。多得多。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完这3台车以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觉得莲花一直把很多这种技术的理念，其实一直保持到今天。就你看像那个 Type 25的，它的铝合金的那个座舱的这种概念，那不是跟ForMe现在那个整个铝合金的底盘架构其实有很大相似之处，对，是的，对吧？然后像这个就是空力啊 ，Type 79的空力，那比如说我们 ForMe上面孔隙，我们的4组8条的这个孔隙的分道，对的。然后其实呢，也可以为它增加这个下压力，然后也可以同时控制这个风阻，就是比方包括那个主动的尾翼，是的，在最大的情况下能提供120公斤的下压力，对吧？然后你不需要的时候，它还能收起来。对，它有分组最优，有下压力最优，还有一个非常夸张的紧急制动，我们叫 Air Brake 的模式，就是有多段的多段的一个调节。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主动防倾杆，然后主动悬挂，不就是跟一些 Type 99T 的这一种也很大的关系嘛？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点，就是主持人老师可以看一下这里写了什么？这下面吗？从这里看。哦，这卡钳写的是什么？这老师过来看一下。是 Brembo。那么刚才哪个机位？这里。是的，只有4活塞电池好像。对。看这么仔细。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发现，我们ForMe它用的是一个联合开发的一个6活塞的 Brembo 的卡钳，同时也是一个通风的盘。但是这台几十年前的 F1，它用的就是一个要装备了 Brembo。太激动了，我这个太想成为车主了，对，想马上下单啊，对。然后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什么？这边，这是个什么挡板吗？这是一个导风刹车导风。那么咱们的ForMe上面也有这个装置。所以就是几十年前的 F1上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其实现在ForMe上面都传承了。但是其实它不是所有的 SUV 都有，对，就是很少有 SUV 会配备这些装备。所以就是我觉得它这种冠军的这种技术，包括它这些 F1的高科技，可以说是装备在了这个ForMe上面。其实我这一次就是很深印象的，是因为我开了几百公里，就是在路上通勤，然后我又参加了一个赛道日，然后其实我真的就是在赛道日里，当然下着雨啊，这个有点优势，但是我看哪台车，我整个赛道每一台车我基本上都超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为什么没有买 SUV， 就是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虽然我买 SUV 是为了实用，但是其实80%的时间可能车里就是1个2个人。对。当然我没理由为了那20%的需求去牺牲了我所有的驾驶。没错。而就是 ForMe， 我觉得它开着就是可以解决掉，我觉得一台 SUV 它很难好开的这个问题。那其实之前 Electra 也解决了，但是现在有个发动机，我还没有这个续航焦虑。我看你知道吗？我在赛道我剩
10个店，我照干，因为我剩10%，我觉得我应该还有500匹走的那种感觉。对的。蜂蜜这台车那么好，那各位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荐为什么买蜂蜜？那我来先说，你先来，因为我先开的啊。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沙漠里开了，我也在城市街道开了，我觉得这台车就是简单说就可接可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全场景，用一句话就是全场景的一个6边形战士。我觉得它真的是满足了一个男生的需求，也满足了一个男人的责任。这个非常的全面，一句话总结。对，我呢，就是我的片里面有一句话叫基有基味。那就是你这个比喻啊，广东人最喜欢的。那莲花就是莲花，无论哪一台，还是有原来莲花的味道。是这台车开着就是跟原来的莲花其实感觉非常相似。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生中啊，总得开一次莲花对，你才明白其实它好在哪里。而且你开的越多，你越能明白它们就是很一致的那种感觉。哎，对了，我们叫依然莲花，其实你就是得品尝过好的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的驾驶。这个所以说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其实从今天结束之后，可以去到我们店里边去试驾我们的莲花的全新蜂蜜。没错。真的，我刚刚听完各位老师的分享啊，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慨，就是莲花，你回望它这么几十年的里程，它真的没有辜负到我们的车主的信赖和喜欢。那你们看啊，从我们的传奇啊到我们的整个的旅程当中，莲花蜂蜜一直是在为你而来的。我刚刚其实，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有一直在刷下面的评论，你知道问的最多的是什么吗？问价格，对吧？今天我们是，你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对。那今天是我们的预售发布会，关于到我们的价格、权益和交付时间。那接下来会有到我们的另外一位重磅嘉宾来给大家揭晓。首先，请允许我们的莲花 CEO 冯总有请。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莲花汽车冯庆峰。今天我们来聊聊选车的话题。大家想一下，当我们初始喜欢汽车的时候，关注的是什么？外观、马力、操控、提速。那时候对车的热爱既纯粹又简单。后来小家组成了大家，人多了，生活更丰满了。我们逐渐开始追求更大一点，更舒服一点，更安全一点，更智能一点。在传统的观念里，把激情收起来就是成熟。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车是为了追风，长大以后，很多人却只剩下了当风。但我认为，成长好像不应该意味着放弃锋芒。莲花相信，承担责任和保持锋芒不是一道单选题。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一台车，一台既能够照顾生活，也能继续追风的车，这就是全新莲花蜂蜜。一台没有里程焦虑的超跑 SUV， 超混、超美、超驾控。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和大家一起想象一段从生活出发，
有找回热爱的旅程。围绕着我们用车的真实痛点，聊聊为什么 For Me 是我们给出的终极答案。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场景。长假第一天，凌晨6点，你开着电车出行，车里很安静，孩子在后面睡着了，头靠在安全座椅上。你轻轻关掉导航的声音，不想吵醒他。看了一眼中控屏，续航128公里，而导航显示下一个有充电桩的高速服务区还有130公里。你开始算，如果路上堵车怎么办？如果服务区排队怎么办？你甚至下意识地把空调风量调小了一点，增加一些里程。孩子醒了，问你：“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到？”你说：“快了。”但其实你心里也没有那么确定。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感觉。节假日的高速服务区，几十台车排着队等一个充电桩，前面的人在等，后面的人在挤。可能你会说，这是电动车才有的焦虑。但有意思的是，开燃油车，你真的不慌吗？根据高德地图发布的春节出行大数据报告，在高速服务区加油高峰期，平均等待时间达到38分钟，而在一些热门路段，这个时间甚至超过了72分钟。是的，高峰期燃油车也走不远。而在莲花看来，追风的人不该心慌，所以 For Me 给出了第一个答案是，把续航直接拉到1400公里以上，让你永不亏电。For Me 首先配备了纯电架构的天花板，900伏莲花路遥超混架构，全系标配70度的大电池。单纯当纯电车开，喝杯咖啡充9分钟就能补充超过250公里续航，一脚油门100公里加速只要3.3秒。但再大的电池也无法消除长途的心慌。For Me 让你不用再算了，我们在车里内置了一套超级补能系统，2.0T 混动专用发动机，配合150千瓦全行业最大功率发电机，这相当于你随时带着一根超级快充桩。有了这根快充桩，你只需要专注一件事，那就是开车。很多开电车的人都知道，冬天比续航更麻烦的是低温启动，每天早上煎熬的那几分钟特别难受。所以我们特意标配了一个7000瓦的高压 PTC 加热器，相当于7台家用大功率取暖器，持续为电池包制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7台取暖器放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就会知道这有多夸张了。结果就是，哪怕零下20-30度的极寒，只需要4分钟 ，For Me 就能满血启动，完全没有冬季焦虑。很多车在算续航，在等热车，而 For Me 只管出发。我们继续刚才的场景，当你离开高速，真正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国道上，前面有一辆满载的重卡开得很慢。如果你开的是省油为先的小排量发电机加小电池增程车，亏电情况下，你打灯向左变道，一脚油门下去准备超车，但动力没有立刻跟上，就在那0点几秒的迟滞里，时间变得很慢，你原本计划好的安全距离瞬间变得惊险万分。很多小排量增程车的车主
曾经自嘲满电100万豪车馈电拖拉机。其实拖拉机造成大点，忍忍也就过去了。真正让人后怕的是你手里握着一家人的安全，心里却没有了底。而在莲花看来，真正的性能不是更快，而是更确定。当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动力必须永远随叫随到。莲花是全球极少数既有 F1 赛道积淀，又有纯电 Hypercar 量产经验的品牌。我们更懂得如何做好一款超级混动的产品。我们先把一块11C 放电倍率的高性能电池，一台可以瞬间爆发5000转的 2.0T 高性能发动机，和一个150千瓦高性能发电机组合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即使在极低的馈电状态，0-100加速依然稳稳踩进3.5秒的超跑水平，油耗也只有6.1升，全行业第一。任何时候踩下油门，底气永远都在。当你把这套超级发动机加超级大电机加超级大电池的组合放在一起时，本质上就是一次对小排量发电机加小电池增程车的降维打击。硬件储备极度过剩，让方密在任何时候都游刃有余。无论开了100公里还是1000公里，只要踩下油门，那份永不馈电的超跑底气始终都在。这就是方密做的第一件事，超混。跑得快是本事，行得远是生活。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从国道上了一段山路，前面是连续的弯道，方向盘在手里变得有意思起来。你想踩一脚加速，但下意识又收住了，因为后排坐着家人。我发现很多人开电车，车提速越快，越是不敢开。起步太猛，后排的人会往前一晃；变道太急，副驾的人会扑到你的怀里。刹车稍微重一点，孩子就开始说：“爸爸，我有点晕。”今年春节甚至有一个霸榜热搜，不只是人晕车，连家里的狗都吐晕了。于是很多人买了一台1000匹的性能车，最后只能小心翼翼地开，把一台性能车硬生生开成了一台老头乐。在莲花看来，如果马力只能带来紧张和负担，那么不受控制的马力一文不值。真正的驾控是让驾驶者兴奋，让家人安心。要让一台大马力性能车不晕车，第一步是刹车。跑得快不难，能极其平稳线性的刹住才是底盘的真功夫。莲花联合 Brembo 深度定制了6活塞刹车卡钳，在德国 AMS 严苛测试下，我们把这台大型 SUV 的100公里刹停做到了惊人的33.9米。对比行业250万的标杆竞品 C， 硬生生缩短了60厘米，这是什么概念？也许是一辆婴儿车的长度，也许就是一家人安全和意外之间的距离。安全不该有取舍，所以这套 Brembo 6活塞卡钳 4ME 全系标配。进弯的时候，很多大车的车身会慢慢的向外侧倾，车内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整辆车在快速往一边挤压，于是你会本能的减速。在莲花看来，真正的驾控不应该在驾驶和舒适之间做选择。我们为方密全系标配了一套6微动态底盘系统，它就像车的一个大脑，每秒钟
都会对车辆姿态进行1000次计算。当车身即将产生侧倾的瞬间，前后2根48伏主动稳定杆会在10毫秒内输出反向扭矩，把车身重新拉回水平。结果是什么？当你坐在驾驶位，你会感觉方向盘非常精准，车头几乎是贴着弯道在走，而坐在后排的人几乎感觉不到任何侧倾，就像坐在一列高铁里，窗外风景在飞，车厢却始终四平八稳。真正好的底盘是让驾驶者感到精准，让乘客永不晕车。很多主打舒适的大车，在城市里低速开的时候确实很舒服，但跑到120以上，遇到阵风或变道，就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方向盘在手，但车很飘，心发虚。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大车底盘很重，当你打方向的时候，车身惯量很大，轮子很难立刻跟上你的意图。第二，当速度越来越快，空气不再是阻力，而变成了升力。尤其对于方正的大车来说，空气会试图把3吨重的车拎起来，所以你会感到车身发飘。在莲花 Forme 上，我们做了2件事。第一，标配了闭式双腔空气悬架；第二，标配了双阀 CCD 连续可调阻尼减震器。现实的结果就是，车速越快，底盘越稳。为了解决飘，我们还有一个核心武器，把 F1 的赛道空气动力学经验也搬了过来。高速制动齿，主动可变尾翼可以瞬间展开到34度，产生120公斤的最大下压力，把车死死地按在地上。在莲花，尾翼从来不是装饰，它是底盘的一部分，所以 Forme 全系标配。我们把极其昂贵的轻量化材料和赛道级技术搬到了这台车上，不是为了在路上争输赢，而是把这套看起来过剩的操控力变成一种安全。高速巡航时那种永不发飘的稳如泰山的掌控感，才是给家人最高级的安全。因为在莲花看来，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刚刚够用，而是永远留有余地。这就是 Forme 做的第2件事，超驾控。稳得住是技术，坐得久是享受。驾驶者可以尽情追风，而家人依然从容。当你顺利抵达目的地，山路的最后一个弯道过去，视野突然打开，你会发现，有些车只是交通工具，但莲花是生活里的喜欢。此次全新莲花 Forme 上市，我们带来了2款全新的车色，飞花橙和云釉青。我身边这台就是飞花橙，它的灵感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一种花——火灰大戟。这种花通常生长在海拔2-3千米以上的高原，很多植物在寒冷的风雪里慢慢枯萎，但它却最萧瑟的季节里盛开。因此，国内园艺圈有形象地把它叫做焰辉花，火焰的焰，光辉的辉，形容它盛开时像一团橙色的火焰一样，散发着光辉。我们在车漆里加入了非常高比例的研磨金粉，
远远看，它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橙色，但在阳光打在车身上，它会像珠宝一样闪出细碎的金色光芒。另一款主打色则是代表着极致中国美学的云釉青，它的灵感吸取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巅峰宋代汝窑瓷器。古人形容这种绝世色彩叫做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款拥有生命力的渐变色车漆，远近高低各不同。远远望去，它是深邃安静的青灰色，犹如雨后江南水墨画里的远山，非常内敛。走近后你会发现，这一抹青色像云雾一样，随着光线不断变化，从边缘的淡蓝渐渐过渡到通透的天青色。当你围着车走一圈，会发现云有青色的蜂蜜就像是一件流动的艺术品，温润如玉。在莲花看来，守护生活并不意味着放弃热爱，有时候只需要一辆车提醒你一件事，你依然可以喜欢风。今天路上绝大多数的智能车车顶都顶着一个黑乎乎的犄角。3月4日的发布会上，我脑袋上也带了一个运动相机，形容这种头顶犄角的设计，好像身穿了一身高顶西装，头顶却带了一个摄像头。现在已经冲上热搜，被做成表情包了。我希望通过这种自黑，唤醒大家的审美。在全新莲花蜂蜜上，我们打造了行业首个全隐藏式激光雷达。为了这个优雅的升降动作，中英德3国顶尖工程师死磕了1年，我们推翻了120版造型，做出了能承受6吨车顶压力的铸铝底板，确保即使在零下40度的冰封天气，它依然能瞬间破冰而出。支架蓝灯亮起时精准升起，蓝灯熄灭纯粹驾驶时完美隐藏。真智能不应该牺牲空气动力学和美。我仔细看了下，网友的质疑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和前些年某国产手机的可伸缩摄像头做对比，说辅助驾驶的时候还得翻出来，就像太阳底下点蜡烛，多此一举。2，担心故障率高，说莲花希望多赚点售后维修的钱。这里我稍微回应一下，针对第一点，莲花的观点非常明确，车辆的最终驾驶权必须回归于人，而当驾驶权属于人的时候，一辆车就必须忠于纯粹。因此我们做了这个隐藏式的设计。和3C 产品不一样的是，手机做可伸缩摄像头只是为了美观，而车做可伸缩激光雷达是有功能意义的，可以实打实的降低风阻。这点我相信莲花的粉丝都懂。针对故障率的问题，这个隐藏式激光雷达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累计行驶了2.9亿公里辅助驾驶行驶里程，故障是0。因此，今天我宣布一项额外权益，针对全新莲花蜂蜜的首任车主，
全系标配的隐藏式激光雷达，不限里程，终身质保。如果遇到任何质量问题，莲花承担，并且不仅仅是方密车主，莲花现有具备隐藏式激光雷达功能的 Electra 和 EMEA 的中国区首任车主，也可同步享受这一终身质保权益。真正的跑车品牌从不会做假装饰。在方密的车身上，共有8条 Race Air 真风道，每一条都在风洞里吹过。很多车会把空气当作阻力，但在莲花看来，空气是可以被设计的。当你坐在方密的后排，打开车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风不会直接灌进车里，而是会被车身曲线重新引导，从车身两侧流走。你不会被风吹得迎风凌乱，因为真超跑可以让风为我所用。在方密5.1米的车身内，我们从纯粹超跑造型里抠出了一个纯粹的 SUV 大空间。我们没有硬塞进一个第3排，而是做了一件更纯粹的事情：大5座或者大4座。因为没有第3排，方密的后备箱深度达到了1.2米。许多人看到车的第一印象都是这后备箱也太大了。我们希望真正的豪华车人人都是 VIP， 而不是硬加出来一个第3排，憋屈了人也容不下箱子。很多有孩子的人都知道，车里的空间很快就会被一样东西长期占据——儿童安全座椅。于是许多原本的爱好慢慢被留在了家里。公路车、滑雪板、露营装备，好像成了父母之后就必须向生活妥协。但在方密上，后排座椅可以4:4比例放倒，即使儿童座椅还在，你依然可以直接塞进一辆28寸的全尺寸公路车，或者一套双人滑雪板。为什么我知道这些真实需求？因为我自己就是铁人3项的爱好者。在莲花看来，为人父母并不意味着要从此放弃自我爱好。而当你结束1天的旅程，关上车门，车里会变成另一个世界。头顶是一整块10级可调的 PDLC 智能天幕，可以隔绝99.9%的紫外线。音响来自英国的殿堂级品牌 KIF， 全系标配23扬声器，带有全球唯一的 UniQ 同轴共点技术，极致轻量化，却能提供7.1.4杜比全景声的澎湃音质。那一刻，外边的世界慢慢安静下来，你会有一点时间只和自己待在一起。这就是方密的第3件事：超美。好看是本事，好用是修养。以上就是我今天简短分享超跑 SUV 全新莲花方密，超混、超美、超驾控。在莲花看来，科技不该分高低配，安全更不该有尊卑。我们在辅助驾驶方面接入了吉利集团的千里浩瀚 H7 架构，全系标配英伟达 Sol 顶级算力芯片，可实现高速和城区 NOA 功能，绝对是高阶辅助驾驶第一梯队里的实力。这里我还要宣布一个消息，为了让现款莲花车主享受到同等的智能体验，
我们预计将于4月中向 Electra、EMEA 车型推送最新的 OTA 升级，全面拉齐车机生态。本次升级不仅将带来海量影音娱乐扩展，还将上线支架小蓝灯、制动踏板、脚感调节等新功能，用持续生长的科技，让你的爱车常用常新。最后，重点揭晓全新莲花 4ME 的配置和价格。我们先来看这张对比图，中间是全新莲花 4ME， 旁边是2台豪华运动竞品，一个售价144万起，一个售价250万起。其中竞品 C 是公认的行业标杆产品，动力上 4ME 高达952匹马力，竞品 M 625匹，竞品 C 659匹。这个数字非常直观 ，4ME 高出50%以上。100公里加速 ，4ME 3.3秒，和竞品 C 持平。再看0到200公里加速 ，4ME 只需要10.5秒，比行业标杆竞品 C 足足快了1.6秒。别看时间只有1.6秒的差距，但距离足足相差了44.5米，接近半个标准足球场的长度。再看配置 ，4ME 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架和双阀 CCD 减震器，隐藏式激光雷达，主动尾翼开复23扬声器，最新的英伟达 SAW 支架芯片。另外2台车要么没有，要么选装，想升级到差不多级别的系统，还要再多掏10多万选装费用。座椅同样如此 ，4ME 加热、通风全部标配，全车每个座位都是 VIP， 而竞品车型还需要付费选装。性能比肩行业200万级标杆，智能和舒适配置更加优秀，拥有超跑外观和 SUV 大空间的全新莲花 4ME， 预计售价是多少呢？我们只有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全新莲花 4ME 预售价52.8万元，标配900伏超混架构，70度大电池 Brembo 6活塞刹车卡钳，双腔空悬双阀 CCD 减震器， DPM 莲花车神驾驶模式，隐藏式激光雷达主动尾翼23 K 扬声器等等等等等等。100公里加速只要3.3秒，续航里程超过1400公里，100公里刹车距离只要33.9米，真正做到起步即高配。第2个版本全新莲花 4ME Special Edition 特别版，进一步标配了防晕车神器，前后双48伏主动稳定杆，时机可调 PDLC 智能全景天幕，碳纤维内饰套件，以及终身免费的莲花高阶辅助驾驶软件服务。这么多高阶配置，仅需增加6万元。全新莲花 4ME Special Edition 特别版，预售价58.8万元。对比同级别的标杆产品，真正做到了50万的价格，超过200万的体验。这就是全新莲花 4ME 给出的满满诚意。即刻起至2026年3月29日18点止，支付5000元意向金，转大定后可直接抵扣1万元购车款。除此之外，
下定之日起到3月29日，每天还能领取1000积分。注意，积分是按天累计，越早下定，权益越多。对于莲花汽车的现任车主们，我们也准备了额外的限时专属换购或增购权益。莲花汽车现任车主购买 4Me 车型，额外享有终身质保、终身道路救援、5年上门移动服务，以及5年维保取送车服务4大专属权益。原有的终身闪充权益也可同步转移至新车。以上权益即刻生效，现可登录莲花跑车 APP 官网官方微信小程序完成下定，锁定权益。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台车叫 4Me？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时候都在为别人而活，为家庭、为责任、为生活，但偶尔也要记得一件事。最近网上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爱你老几”。我很喜欢这个词，因为它提醒我们，在照顾好所有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喜欢追风的自己。所以 4Me 的意义，并不是让你逃离生活，而是让你在守护生活的同时，依然保持锋芒。当你驾驶着全新莲花 4Me， 感受那份随时出发、永不馈电的从容，感受那份让家人永不晕车的悉心呵护，感受高速巡航时永不发飘的稳稳的安全感时，你会发现，成熟从来不是妥协，真正的成熟是你既能照顾好生活，也不会丢掉内心的热爱。即日起，全新莲花 4Me 已经到达全国所有莲花展厅，即刻开启试驾，3月底上市交车。去盘它，此生必开一次莲花。4Me 就是爱你老几。谢谢大家。迅速的秒定了车。哇，对，这个那你是我们双车主了。对，就希望以后有更多哈。我原来有听冯总说了很多的原来有个伊利斯将来的计划，我也期待成为更多台车的车主。但是其实我就是有一个小心愿，因为呢，你说我想尽早提车，我能不能成为第一批提车的车主？我们3月29号开启大定，3月30号就开始交付。OK， 我可以来现场的，没问题的。我帮你叫车啊？可以，感谢冯总。我想黑色的可以吗，冯总？当然。你下的是什么颜色？我下的，他现在刚才就是直接是给一个音响键，对。但是因为我是想要黑色，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黑金配色。那我提前给你做。不要，公平就可以。我只是希望能最早提，因为我刚才手很但是一定会他作为第一批。好的，感谢。双车主。对，我刚才手快，我一开放我马上就按了，刚才是。哇，你手快。对，是的。好，感谢冯总。好，谢谢。不见不散。好，谢谢。JK。OK，来，这边可以。好，车旁边一点。对，那我就摸一下。
好，谢谢 JK，好Hello， 各位车友们，大家好，我是莲花跑车的官方主播小马，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款全新的莲花蜂蜜。那么新进来直播间的车友们呢，千万不要走开，今天小马呢会把所有的小定权益、配置、流程以及车型的一些整体细节方面的东西给大家讲解清楚，干货直接拉满。像莲花呢，其实目前已经有78年的一个品牌历史了，并且莲花之前呢是玩 F1的，在 F1赛道上呢也取得过非常多优异的一个成绩，并且在赛道上夺冠的这些成绩呢，全部下放到了我们目前在售的一个车型上面。我相信大家应该有试驾过莲花的一些朋友，那么有一些车型呢，确实试驾起来全部都是偏操控以及性能的。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把你们的试驾感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那么像我们莲花的每一款车子呢，也是这78年来工程师的匠心结晶，每一款车子呢都做到了赛道级别的安全、赛道级别的品质以及赛道级别的操控。那么今天小马呢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款全新的莲花蜂蜜的车型，从我们的超混、超美、超驾控。那么有喜欢莲花的车友们，公屏上可以打一波莲花，让我看到大家。然后像我们身后的这台莲花蜂蜜呢，其实它整个的0-100加速达到了非常惊人的3.3秒，拥有952匹的一个马力。它的综合续航竟然达到了非常惊人的1400公里。那么整个车子呢，像我们平常出去旅游啊，或者说平常我们去跑山玩性能、玩操控，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旅程焦虑。那么同时也搭载了900伏的路遥超混架构，70度的一个大电池，再加上我们6C 的快充，20%到80%。只需要9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可以补能到400公里的一个续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从上海市区直接能到达安徽黄山，这样我们可以直接跨省进行去整个的一个长途旅游，或者说家用代步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像咱们这款车子呢，它整个也搭载了2.0T 的一个超混专用的发动机，再加上我们 DHT 的直驱变速箱，它整个的驱动模式呢，可以纯电、并联、串联3种模式进行一个切换。当然，咱们这台车子呢，也配备了150千瓦全行业最大功率的一个发电机，就相当于你是直接就是随车带着一个超级快充桩。有了这根快充桩之后呢，你完全不用再担心任何的一些事情，那么就专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开车。咱们这一套超混系统呢，其实整个发动机一响应，它整个能瞬间达到5000转的一个洪荒之力，非常的厉害啊！我看到评论区已经在期待我们的小定权益了，是不是？那其实我们这款车子整体的一些数据呢，是远超于行业整体的一个水平的，包括它的0-100加速呢，即使是在馈电的一个情况下，也能达到3.5秒的一个水平，而且油耗呢才6.1升。它整个车子呢是比我们增程的一个车型，动力猛，然后动力要迅速，但是咱们这款车子整个车型的小定权益呢是满满的惊喜。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了解我们的小定权益呢，可以打个小定2字。那么小马在直播间给大家全面的再详细讲解一下我们整个小定的权益政策。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期待我们小定的一个权益政策。那么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对我们小定的其实发布会的整个权益政策应该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今天小马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像我们现在小定呢，其实下定的越早，它整个的权益和配置，那么享受的就越多。比如说咱们第一条小定，我们到底能享受到什么呢？3月10号到3月29号之间，只要是在此期间下定，我们每一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所以说这个积分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累积的。那么越早下定呢，我们积分累积的就越多。有些朋友问了，那么积分到底可以
买到什么呢？来，各位看到我们的莲花 APP 的小商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有我们的精品原厂附件，还有我们的一些美容养护，以及连选好物，包括咱们的一些高定的一些专需的配件都可以享受到。所以说，抓紧时间，赶紧去下定，越早下定呢，我们权益享受的就会越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3月10号到3月29号，在此期间下定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问了，小马，如果说我到3月29号下定的话，我等价格出来了，我再下定这个意向金，到时候能不能抵扣这个1万元的购车款呢？那不好意思，过期不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小定之后，我们大定开启，那么在72小时内转大定，那么可以获得我们一套 F1的双联套车模，非常的精美。那么我展示图片给大家整体看一下，其实光是看这个车模我就已经非常心动了。那么其实我们蜂蜜的整个权益政策是诚意满满。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在我们当地不清楚有没有这个莲花跑车的门店，能不能做到下定，或者说做一个试乘试驾的一个预安排的？如果说不确定的话，可以把你们的城市打在公屏上，小马为你现场去做一个查询。那么如果说着急去预约我们这个小定的权益政策，那该怎么去走这个快速的绿色通道呢？来，各位看这里，我们直播间右下角有一个小风车，点击进去，然后往上滑，输入你的发财密码，点击我们的立即预约。哎，有没有看到一个绿色对勾？绿色对勾出现即可预约成功。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其实对我们的车型呢，还是整体的车型有试驾过的朋友呢，肯定会知道，咱们莲花不管是哪一台车型，都是专注于操控、专注于驾控的。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这台车子，哎，车身的前脸的这个位置，全车身好像都是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设计。那么其实莲花的每一款车子呢，其实都有这个 Rose Aero 的风道。那么除了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呢，来各位跟随我来到我们后尾的位置，还有我们许多的一些小设计，是我们的主动式的双层尾翼，有没有看到？我们车型呢可以利用这个孔隙式的风道，再加上我们主动式的双层尾翼。可以提供远超于同级的120公斤的一个下压力，不管是我们玩性能还是高速过弯，车子都能贴地飞行般的稳稳通过。此外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车型后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蓝灯？那么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小蓝灯到底是干嘛的呢？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这个小蓝灯呢，其实我看到有些朋友已经猜出来了。这个小蓝灯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智驾系统，如果说我们智驾开启，我们的激光雷达会随着升起来。当然，智驾小蓝灯呢也会随之亮起。那么，如果说我们智驾关闭的时候呢，小蓝灯也会随之关闭，我们整个的一个激光雷达呢也会随之而关闭。那么，既有车型整体的一个美观，又能降低风阻。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车子的后备箱的一个空间怎么样？其实我们这台车型呢，不仅仅是一台超跑型的 SUV， 而且它整体的空间其实非常之大。摄影老师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哇塞，朋友们，整个车子的后备箱全部都被塞满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公路自行车在后备箱的一个情况下，是全部没有做到一个整个折叠的一个状态，而且这边还能放下一个高尔夫球包，真是空间太大了。而且我们整个后备箱呢，纵深有1.2米的一个整体长度。来，各位跟随我来到我们的2排的一个位置。咱们这个车子的第2排呢，除了有我们的公路自行车。后面还放了一个儿童座椅，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这台车不仅仅是可以兼顾咱们平时的一个兴趣爱好，也可以带着家人一起舒舒服服的去出行。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
既想要家用出行，又想要操控性能，那么莲花风米的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今天的小定权益也是惊喜满满。那么小马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去全面讲解一下我们小定的权益政策。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我看到大家的整体问我到底怎么去预约，不要着急。那我们小定到底能带给大家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3月10号到3月29号在此期间下定，我们每一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给到大家。但是这个积分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累积的，所以说越早下定，我们的积分享受到的就越多。那么有些朋友问了，那么积分到底能买到什么呢？积分到底有什么用呢？来，各位看到这里。咱们的莲花商城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其实可以购买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咱们的精品、原厂附件，以及美容养护，还有我们的一些主题服饰，还有一些原厂改装的一些配件，包括我们的权益订阅，这些都有给到大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3月10号到29号期间呢，下定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就问了，小马，我3月29号等大定价格一出来，我再进行一个5000元的意向金下定，是否可以呢？不好意思哦，过期不候。那么越早下定呢，当然享受到的权益就越多，积分领到的就越多。那么第3条呢，是我们小定用户呢，在大定转大定72小时之内，我们还有一个 F1的双连套的车模套装给到大家。来，各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车模套装，其实非常的帅气。那么光是看到这个车模，我已经非常心动了。我现在此时此刻，要不是我在直播，可能我就已经下定我们这个5000元的意向金了。那么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预约小定的一个权益政策，怎么去走一个快速的绿色通道呢？来，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个小风车？我们点击风车，哎，这里有一个发财致富的一个密码，我们点击立即约。授权之后呢，有一个绿色对勾，绿色对勾出现即可预约成功。那么预约成功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公屏上打个1字，那么小马会安排运营，给大家快速的对接到你们当地的门店进行一个下定。那么我们回归到车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名牌？是的，没错，这个是我们莲花跑车科林查普曼先生成立于1948年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牌。当然，我们在开启车门的一个后尾，或者说是我们前面车门的话，只有我们自己的车主才能看得到，非常的细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整体的一个空间做的是非常的宽敞？虽然说我们这台车是主打性能和操控的，但是整体的空间好像还真是非常的大，而且很偏运动型的一台 SUV 车型。那么我来到主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内饰细节。后备箱空间太大了，是不是？是的，小马的话，大家可以猜猜小马的身高是多少？其实我的身高是蛮高的哈。然后我1.75米的身高，其实坐进去整体感受的话，有没有看到头顶还有那么多的一个空间？而且咱们这台车呢，整体的内饰细节感满满。大家有没有看到方向盘上都带有换挡拨片？其实咱们莲花呢，其实之前是玩赛道的，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们是具有非常多的一个赛道基因的。那么除了我们这个换挡拨片呢，还有我们整体跟赛车同款、超跑同款的一个座椅。那么大家都知道，莲花的车型呢，不仅仅我们可以去家用代步使用，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玩性能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跑山，我们去玩越野，这个座椅它是根据人体工学去进行一个设计，所以说它在你玩性能的时候，包裹性非常的强，而且在玩包裹性强的同时呢，又兼顾了通风、加热、按摩。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车子在中控这里，50瓦的
小超级快充，然后整个车子呢内饰的按键做的也是非常的精美。那么在我们开这款车型的同时呢，又能兼顾到我们整体的一些智能的用途。那么摄影老师，我们可以来到车型前脸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车的绝美车色。其实咱们莲花呢，一共有2款颜色是新增的，一个是绯花橙，一个呢是我们的云釉青。摄影老师可以离近一点看一看我们这款车的金光闪闪的一个小金粉，有没有看到？非常的闪，因为这个车漆里面呢，它加入了非常高比例的一个研磨金粉，远远看呢，它其实一个非常纯粹的橙色，但是光打在车身上就会闪闪发光。那么这款车色呢，其实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焰灰花。来，各位，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各位车友们，还是对我们的小定权益政策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小马再为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整个今天直播间的重磅福利。那么，小定权益政策呢，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3月10号到3月29号期间下定，每一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给到大家。那么积分呢是可以进行累积的，只要你下定的越早，咱们的积分领的就越多，我们享受到的权益也就越多。那么有些朋友问了，那么这个积分到底能干什么呢？来，各位看到这里，我们的莲花商城有没有看到？然后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一些精品、原厂的附件，还有我们的一些美容养护，以及联选好物，以及我们整个车子的一些高定的一些配件，都可以去用积分去进行一个兑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3月10号到3月29号期间下定5000元的一个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有些朋友就问了，小马，那我3月29号大定出来，价格出来之后，我再去下定这个5000元的意向金，这个时候能不能抵扣我1万元的购车款呢？不好意思，只要我们大定的价格一出来，29号当天这些权益是全部都没有了，而且是过期不候哦，朋友们。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下完小定之后，在大定开启72小时内去转大定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F1的双车模给到大家，非常的帅气，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双车模这个是也会赠送给到大家的。那么大家是不是光是看车模就已经很心动了？而且越早下定呢，它的积分就会越多，所以说我们享受到的权益那也就更多。那有些朋友说，那该怎么去预约这个小定的权益？怎么去走这个绿色的快速通道呢？来，各位，小马教大家一下。来，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手机屏幕上的。这里有个4色小风车，往下滑有一个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填记完之后呢，点击立即预约，授权会出现一个绿色对勾，绿色对勾出现即可预约成功。那么权益呢，也会给大家安排我们当地的一个门店，给大家进行一个对接。我看了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还在问我，怎么确定当地有没有这个城市可以做到试驾以及这个小定权益的一个下定呢？这个时候可以把你们的城市地区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小马为你现场给你去查询当地到底有没有这个莲花跑车的授权门店。其实我们今年呢也会拓展更多的一个门店带给大家。我看到有非常多说出我们地区的，其实基本上都有我们的一个门店。基本上国内呢1、2线城市其实都布满了莲花跑车的门店。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预约到我们性能车的试驾路线，尤其是这款全新的莲花蜂蜜，那么怎么去预约呢？同样，来各位看到这里右下角风车，点击我们的立即预约即可预约授权成功。好了，朋友们，咱们接着回归我们的车型，给大家进行一个我们车型的讲解。其实咱们这一台车型呢，又搭载了我们的6维的智能底盘，每秒1000次的速度去感知路面，还可以预判用户的一个用途，所以说它达到了人车合一的一个境界。
不管是家用代步还是跑山性能，或者是长途旅行，都可以全路况、全地形、全场景实现高性能。那么它的0-100加速呢，达到了3.3秒，就算是在馈电的情况下，也能做到3.5秒的一个成绩。其实这个是远超于全行业的，并且它3.5秒的一个0-100加速，竟然它的油耗也仅仅只有6.1升。那么咱们的一个车子呢，我其实非常想引用冯总的一句话，那就是不受控制的马力一文不值。那么莲花蜂蜜呢，也是一台可以驾驭952匹马力的一台运动 SUV。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轮毂这里。来，摄影师其实可以靠近一点看一下我们这个轮毂。蜂蜜呢，它是100万内唯一配置 Brembo 6活塞卡钳，加上我们48伏主动稳定杆，又配备了与底盘100%匹配的莲花 LTS 专属高性能轮胎，悬加双阀 CDC 减震器，让一台运动型的 SUV 拥有操控和舒适的同时，拥有跑车般的贴地飞行。听到这里是不是又心动了呢？那小马现在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重磅福利。那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迫不及待想把这台莲花蜂蜜开回家了。别着急，咱们今天直播间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权益给到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3月10号到3月29号期间下定，每一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这个积分呢是可以进行累加的。那么下定的越早，积分就会越多。所以说，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那么有些朋友在问我，这个积分到底是可以干嘛呢？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莲花商城，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莲花商城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精品，比如说我们的精品原厂附件。还有美容养护以及联选好物，包括很多高定的一些配件，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积分去进行一个兑换的。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在3月10号到29号期间下定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这个时候就有朋友问了，小马，我想等大定出来了，价格出来了，我再去买这个5000元的意向金，那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抵扣这个1万元的购车款呢？不好意思，过期不候了哈，朋友们。我们只要是29号开启大定，我们之前的权益就全部都取消掉了。而且越早下定呢，我们的积分拿的就越多。所以说，还在犹豫的朋友，抓紧时间，咱们还有最后一条，也就是下完定的朋友们呢，在开启大定的72小时内转大定，我们会有一个 F1的车模。给到大家，哎呦，我光是看到这个车模，我都心动的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个 F1的车模可以赠送给到大家。那么有些朋友这个时候就问了，小马，我到底该怎么去预约这个小定权益呢？已经非常迫不及待，想要把蜂蜜的这些车型开回家了。那么小马今天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去快速预约，对接到你们当地门店去下定小定这个权益。来，各位看到这里，右下角有个小风车，有没有看到？风车往上滑，可以输入你的财富密码，点击立即预约授权。出现绿色对勾之后呢，即可预约成功。我们的小定权益的快速绿色通道也为您打通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车型内饰的一个位置，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内饰的空间。其实这个车内是非常大，你们可以猜猜小马的身高是多少？其实我的身高在所有女生面前的话，其实算是非常高的一个个子了。来，各位，我这次坐到副驾。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莲花内饰，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莲花的 Cave 音响。这个音响呢是英国的品牌，那么专为莲花专属定制。音响呢是23个扬声器都是有配备的。那么连音响大家有没有看到都是莲花形状的？而且在音响旁边呢，还有一个流媒体的外后视镜。这个流媒体外后视镜呢，不管是在我们雨天，
黑夜其实能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智能便利，而且它会横向增加50%的一个视野。那么在我们内饰空间呢，这款车不仅仅是一台运动型的 SUV，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内饰空间是非常大的。就算是你是1.8米往上，或者1.9米，咱们想玩超跑的这种性能，但是又觉得这种小跑车太挤了、太狭窄了，那么莲花蜂蜜刚好就是一台运动型的 SUV，又是一台超跑型的 SUV，而且它整体的空间感非常的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小马的头部空间，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距离，真的非常夸张。而且其实在我们后备箱的一个位置呢，我们整体还给大家放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公路自行车。这台莲花蜂蜜呢，它可以不用折叠的情况下，把一台完整的公路自行车全部塞在里面。而且除了这台公路自行车呢，旁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包，大家有没有看到？真的空间满满。不论是我们长途旅游，还是平时家用代步，其实我觉得这个空间对于我来说的话，真的非常大了。而且在我们的后排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些小细节，这个座椅还是升起来，并且放了一台儿童座椅，既满足了我们平时的一个兴趣爱好，又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享受这种快乐。那么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有喜欢莲花的车友们，之前有试驾过莲花的车友们，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而且今天其实咱们直播间很多的一些权益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心动。那么有些朋友其实都已经很迫不及待把这台莲花蜂蜜想开走了，但是别着急，咱们还有小定的权益政策。那么小定的权益政策呢，今天小马再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其实小定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权益呢？第一个就是3月10号到3月29号期间，每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给到大家。那么这些积分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累加的。咱们下定的越早，积分就会越多。所以说，朋友们还在犹豫的，抓紧时间。那么这些积分到底是可以干嘛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莲花商城 APP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莲花的商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精品，包括一些原厂的附件，还有一些联选好物以及主题服饰，包括很多的一些权益都可以用积分来进行一个兑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下定3月10号到29号期间，下定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朋友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如果说等到我们3月29号大定价格一出来，那么其实这个就算是当场我们买这个5000的意向金，其实就已经晚了。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积分可以进行一个累加，早定它的权益福利就会越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小定之后，大定开启的72小时内转大定，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原厂 F1车模套件给到大家。其实这个车模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心动，尤其是有非常多 F1的一个爱好者，有没有看到整体的一个原车模送给大家？其实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有意向我们莲花蜂蜜的，其实这个小定权益是越早定享受到的一个东西就越多。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去预约我们这个小定的权益政策，那么怎么去走这个绿色的快速通道呢？来，各位看到这里，右下角有个小风车，我们点击进去，往上滑，留下你的财富密码，然后点击立即预约。授权出现绿色对勾之后呢，即可预约成功。那么我们的绿色通道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个打开。来，各位老师们，我们现在来到车型前脸的一个位置，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莲花蜂蜜的整个的一个帅气的前脸。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咱们莲花的每一款车子车身上都会有这个孔隙式的风道。我相信大家有试驾过莲花的朋友，应该都有感受过它整个的性能和操控感。那么这个孔隙式的风道到底能带来什么呢？其实，在我们前脸的这个风道呢，其实它可以降低风阻。那么我们车尾还有一个主动式的尾翼。那么我们现在来到后尾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主动式的尾翼。其实小马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表演。为什么要叫主动式的尾翼呢？我现在来到车内，然后我们摄影老师在车尾的位置拍一下我们主动式的尾翼。我把尾翼做一个升降的一个表演。来，各位仔细看清楚了，咱们这个尾翼现在呢是升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把尾翼关闭，有没有看到？非常的帅气。我现在把它来到1档调节，这个是1档调节。我们现在开启第2档。是不是非常帅，朋友们？这个光是尾翼这一块都已经非常打动到我了。因为莲花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做的都非常到位，莲花的每一个细节呢都是赛道级别的品质、赛道级别的安全，而且还给到你赛道级别的一个操控。那么刚好我们来到了轮毂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莲花蜂蜜呢，摄影师可以靠近一点。我们莲花蜂蜜呢是100万内唯一配置 Brembo 6活塞卡钳加48伏主动稳定杆，又配备了与底盘100%匹配的 LTS 专属高性能的轮胎。这也是莲花 SUV 首次搭载双腔空悬加双阀 CDC 减震器，让一台运动型的 SUV 拥有操控和舒适的同时呢，又拥有跑车般的贴地飞行。听到这里，是不是又心动了呢？那小马在这里再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重磅权益。那今天是我们3月10号蜂蜜小定权益的一个发布会直播。那像我们这台莲花蜂蜜的小定权益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小马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3月10号到3月29号，我们下定每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给到大家，而且是下定的越早，累积的就越多。那么有些在犹豫的朋友们，其实不用再犹豫了。我们3月10号下定之后呢，如果说到后面这个小定的权益其实也是可以退掉的，但是越早下定，我们这个积分就累积的越多。那么这些积分到底是可以干嘛用呢？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莲花 APP， 打开我们的商城，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精品，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原厂附件，以及美容养护，还有联选好物，包括很多高定的一些配件给到大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积分来进行一个兑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3月10号到3月29号期间呢，我们支付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那么有些朋友这个时候就在直播间告诉我了，小马，我想等3月29号大定开启之后，价格出来了，我再进行一个5000元意向金下定，能不能抵扣这个1万元购车款呢？不好意思的啦，朋友们，过期不候。只要我们大定发布会开启，这个小定的权益其实就没有了，而且是过期不候哦，朋友们，并且大家下定的越早，拿到的权益就越多。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小定购买了之后，大定开启72小时内去转大定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 F1的车模送给大家。那么车模长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非常的精美。这个车模大家可以看到，光是车模我其实就已经很心动了。等我下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下定这个意向金。来，如果说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迫不及待，我现在就想要去预约这个小定的权益，那么该怎么去进行一个预约呢？我
来给大家走这个绿色的专属通道。那么怎么去预约？看到这里，右下角有个小风车，我们来往上滑，输入你的财富密码，点击我们的立即预约。有没有看到授权成功之后呢，会有个绿色对勾，绿色对勾出现即可预约成功。来吧，朋友们，我们现在接着去讲解我们的全新莲花蜂蜜。这是一台超跑型的 ACV， 而且这台车型其实整体外观给我的感觉它是非常炫酷的，并且咱们这台车子0-100加速竟然能达到非常惊人的3.3秒，拥有952匹的马力。蜂蜜呢，综合续航也达到了1400公里。像我们平时长途旅游、家用代步、跑山玩性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旅程焦虑的，而且同时搭载了900伏的路遥超混架构，那么70度的大电池还拥有6C 超快充，20%到80%，仅仅只需要9分钟的一个时间。9分钟什么概念，朋友们？相当于你只花了9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补能400公里的一个续航。就比如说，我现在在上海市区，我可以一杯咖啡都还不到的一个时间，我就可以补能到400公里，直接到达安徽黄山了。是不是特别夸张？不论是我们平常家用代步，还是玩性能去跑山，或者说我们去玩越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旅程焦虑的，真的非常的爽。包括这台车呢，又配备了 2.0T 超混专用的发动机加 DHT 直驱变速箱，驱动模式呢可纯电、串联、并联3种模式去进行一个切换。同样呢，它也搭载了行业最大功率的一个发电机，有150千瓦，这相当于你车子就随车自带了一根超级充电桩。有了这根充电桩之后呢，你只需要专注一件事情，那就是开车。那咱们这套超混系统呢，其实只要发动机一启动，它就可以瞬间拉到了5000转的一个爆发力，比普通的一个增程车呢，其实要更快、更响应，而且开着要更带劲。那么咱们这款车即使是在馈电的一个情况下，它的0-100加速依然可以达到3.5秒的超跑水平。来，各位，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车子的一个内饰的一个位置，我现在给大家去表演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功能。那么摄影老师可以一个在我们这里，咱们这一台车型大家都知道，除了性能这一块，咱们还有智能。那咱们这台车子呢，配备了可升降的激光雷达。来，小马现在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展示。我先把激光雷达给打开，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激光雷达是整个打开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激光雷达呢，它有只要是首任车主的话，我们会有终身的权益质保，而且是不限里程的。那么咱们这一台车子外观不仅帅，不仅美，它还整体兼顾了我们的一些性能。那激光雷达在开启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提供智驾的一个便利。当然，它降下去的时候呢，又可以提供降低风阻，而且整个车子再搭载上我们的一些孔隙式的风道，再加上我们主动式的尾翼，整个超跑的感觉就来了。其实这并不是一台普通的 ACV， 这款车型不仅拥有跑车般的贴地飞行，而且它整个的空间真的是非常之大。来，各位，我们现在来到后备箱的一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的空间。有没有看到？天哪，真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但是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后备箱是装下了整整一个的公路自行车，而且是并没有进行一个折叠的。那我们旁边呢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包，有没有看到？咱们这个后备箱呢，其实纵深的话有1.2米，其实是非常之大的。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后尾部的这个位置，来跟随我来到2排。
来，各位有没有看到？其实，在我们2排的话，还有个儿童座椅。在我们后备箱即使塞了这么满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后排座椅是立起来的。那么这样既可以兼顾你平时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感受这份乐趣。来，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一个主驾的位置，小马现在去到主驾。我把这款车子整体的空间，包括它的一些设计，给大家全面的进行一个讲解。来，各位，这款车子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它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节，都是跟赛车包括超跑上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方向盘有这个金属的换挡拨片，其实这个并不是换挡用的哈。我们摄影老师可以来到这里，屏幕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我们这台车呢，有个性、运动，还有舒适、经济、越野模式。那么整个车子它其实整体的可玩性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子在我们车型的正前方配备了 HUD 的抬头显示，这里还有一个快充，超级大快充。在我们拥有性能的同时，运动的同时又配备了一些智能。那么这一台车子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精美的一个金属按键，包括连我们的座椅全部都是跟赛车基本上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如果说大家有像那个平时有1.8米左右的男士，或者说1.8米以上的，或者说有1.9米多的男士，想体验这种超跑的性能，但是又觉得跑车整体的空间太狭隘了。那么莲花蜂蜜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台超跑型的运动 SUV。那么这一台车子其实整体的内饰呢，它大量的配备了我们 Nappa 的真皮，再加上我们 Alcantara 的一个翻毛皮，其实就是连我们的音响都是莲花形状的。摄影老师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位置看一下我们的音响。这个音响呢，它其实是英国的一个 Keef 扬声器，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全车配备了23个，在我们的扬声器旁边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屏幕一样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我们流媒体的外后视镜，它可以横向增加50%一个视野，不管是雨天、夜天，看的是一清二楚。其实我们这台车子整体增加了非常多有利于我们开车时候的一些便利。那我们现在下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些今天直播间的重磅权益政策。来，各位。有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哈，说这台车子那小定权益呢，我现在就想把这个蜂蜜开走了，不要着急，朋友们，今天呢有非常多的权益政策带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3月10号到3月29号，每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给到大家。那么累积的那我们下定的越早呢，累积的就越多。那么积分到底可以干嘛呢？来，各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莲花 APP， 在我们的商城页面有没有看到？有非常多的精品、原厂的一些配件，还有这些权益的订阅，包括高定的一些专区，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用我们的积分来进行一个兑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3月10号到29号，只要是期间支付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那这个时候就有朋友问了，小马，我等3月29号大定价格出来了，我再支付这个5000元的意向金可不可以呢？不好意思哦，过期不候。只要是我们大定发布会一开启，价格公布出来，你再去支付这个5000元意向金，其实就已经取消掉，就没有这些权益了。而且呢，下定的越早，我们享受到的福利和优惠就越多。所以说，在犹豫的朋友们，不要再纠结，不要再犹豫了。我们还有第3个，也就是我们小定下完之后呢，大定开启的72小时内转大定，我们可以获得一套F1的
双车模。来，各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车模，其实做的非常的精美，而且这个车模，光是看这个车模，我已经就是非常心动了，是不是？来，各位，如果说大家想尽早的去预约下定我们小定的这些权益政策，那么该怎么去锁定？该怎么去走这个绿色的通道呢？那么小马来教大家。首先呢，点击我们右下角有个小风车，有没有看到？点击我们的风车，往下滑，留下你的财富密码，点击我们的立即预约。授权即可预约成功，尤其是出现这个绿色对勾之后啊，我们运营看到你之后呢，我们会有当地的门店进行一个对接，然后来下定我们这些小定的权益政策。来，各位，我们这台车子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不光光只是外观炫酷，其实我们增加了2个颜色。一个是绯花橙，一个是云釉青。摄影老师呢，可以凑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漆面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精美呀，朋友们？其实这个颜色呢，你有没有感觉细看的话，有一种金光闪闪的感觉？我们这个绯花橙的颜色，远看呢它是一个橙色，但是近看呢有非常多高比例研磨的金粉。这种橙色的这种车色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上的焰灰花。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车子的侧尾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轮毂。大家都知道，蜂蜜呢，它其实是一个偏性能、偏运动的 SUV。那么玩性能的同时呢，轮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我们全车其实采用了非常多 LTS 的一个套件。那么摄影老师可以凑近距离看一下我们这个轮毂。莲花蜂蜜呢是100万内唯一配置 Brembo 6活塞卡钳加48伏主动稳定杆，又配备了与底盘100%匹配的莲花 LTS 专属高性能轮胎，也是莲花 SUV 首次搭载双腔空悬加双阀 CDC 的减震器，让一台运动型的 SUV 拥有操控和舒适的同时呢，拥有跑车般的贴地飞行。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小马，我想试驾蜂蜜，但是我不确定我当地城市有没有这个莲花跑车的授权门店。这个时候呢，可以把你们的城市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小马来现场为大家去查询当地有没有这个莲花跑车的授权门店。其实在国内呢，莲花跑车呢1、2线城市几乎都是全部布满的，国内有60多家的门店给大家提供试驾，包括看车体验。那么如果说我看到了非常多，还有说是辽宁的、海口的、新疆的，其实这些城市我们都有莲花跑车的授权门店。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预约到莲花蜂蜜的专属性能车的试驾路线，该怎么去预约呢？同样点击我们右下角有个小风车，有没有看到？左下角点击风车，往下滑，留下你的财富密码，点击我们的立即预约，授权即可预约成功。那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其实咱们的车子呢，今天的重磅福利有非常多。那么越早下定呢，享受到的权益就越多。这个时候，刚刚有朋友问我，必须试驾是不是？有朋友问我，小马这些权益，我也想快速的享受下定这个权益，我该怎么去下定呢？那么不要着急，朋友们，小马再把所有的一些小定的权益政策再给大家进行一遍讲解。那么首先呢，咱们莲花在3月10号到3月29号期间，只要是下定，每天都会有1000的积分，这个积分是可以进行一个累加的。那么下定的越早，我们积分拿到的就越多，权益拿到的就越多。那么有些朋友问了，小马，这个积分到底我是可以干什么用呢？我也不清楚。那么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有一个莲花商城。有没有看到莲花商城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包括主题服饰、原厂的一些改装配件啊，或者说一个高定的专区，还有权益，这些都可以用积分来进行一个兑换。
那么第2个呢，就是你在此期间，也就是10号到29号下定5000元的一个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小马，我想等价格出来之后，29号当天我再去下定这个意向金，能不能给我抵扣这个1万元的购车款呢？不好意思，过期不候，朋友们。那么越早下定呢，刚刚小马也说了，越早下定，我们积分拿到的就越多，权益也就越多。那么第3个呢，就是小定。下定完之后呢，开启大定的时候，72小时内转大定，我们还会有一套 F1的双车模带给大家。来，各位，其实这个车模是我最喜欢的，因为这个车模真的，我光是看到都已经非常心动了，有没有，朋友们？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今天小马再教大家一遍怎么去预约我们小定的这些权益，让您对接到您当地的门店去，尽早下定我们的小定权益。来，各位看到这里，右下角的小风车点击进去，然后我们往下滑，留下您的财富密码，我们点击立即预约授权即可预约成功。好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这台莲花蜂蜜呢，其实不仅仅是一台 ACV， 它也是一台超跑型的 ACV， 既能兼顾我们家用代步的同时呢，也能长途去旅行，或者说平时我们去玩玩跑山啊，玩玩操控。那么其实我们不光光只是这个车子的前脸的位置有我们孔隙式的风道，其实在我们车身后尾，包括整体的一些细节都藏着满满的品质。那么莲花跑车呢，目前其实已经有78年的一个品牌历史了。当年莲花参加 F1 的时候，其实夺得过非常多优异的一些成绩。那么在 F1 赛道上夺冠的这些成绩呢，和经验全部都下放到了目前看到的这些在手车型当中。那么这些车型每一款都是这78年里工程师的匠心结晶，每一款车子都做到赛道级别的安全、赛道级别的品质以及赛道级别的操控带给大家。颜色非常漂亮，是不是？这个颜色的话是我们绯花橙的颜色，当然还有个云釉青，那个颜色也非常的美。其实这个颜色在远远看呢，它是一种橙色，但是离近看，里面有非常多金色的一些细闪。那么如果说大家有想到店品鉴我们莲花蜂蜜呢，同样我在最后的教大家一遍怎么去预约我们的到店体验，以及我们的试乘试驾，还有我们小定权益的一个预约。那么首先呢，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我最后再去讲一遍我们小定的整体权益。没有下定的，还在纠结的，也要抓紧时间了。咱们小定到底能享受到什么呢？其实第一条就是3月10号到3月29号，在此期间下定，每天都会有1000元的积分。这个积分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累加的，越早下定，我们积分拿到就越多，我们福利领到的就越多。那么这些积分呢，其实可以在莲花商城里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包括原厂的一些套件啊，包括一些高定或者权益，这些都是可以用积分来进行一个兑换的。那么第2条呢，就是我们3月10号到3月29号，在此期间下定5000元的意向金，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那么在3月29号过完之后，大定开启，价格出来之后，其实这些权益就没有了。当然，我们越早下定呢，拿到的一些权益就越多。所以在纠结、在犹豫的朋友们，不要再纠结，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赶紧下手。那么第3个呢，就是小定。定完之后，我们在大定开启的72小时内转大定，我们还会有一个 F1的车模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一个车模，光是看到这里我就已经非常心动了。那么有非常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在问我，这个意向金太心动了，我该怎么去获取这个渠道？给这个意向金呢，怎么去下定呢？那看到这里，朋友们，来各位，右下角有一个小风车，往上滑，有没有看到？
输入你的财富密码，点击我们的立即预约授权，出现绿色对勾之后呢，即可预约成功。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要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舍不得大家。最后再提醒一遍，小定的权益没有去预约的，抓紧时间，包括咱们的到店体验、试乘试驾，也都是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风车去进行一个预约。那么，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好关注。想要了解小定的权益政策更详细的信息呢，可以关注后再私信我。最后呢，公屏大家可以刷一波 For Me 大卖，我统计下人气，然后我们下一场呢会加更福利。好的，我已经感受大家的热情了，祝大家天天开心，每天都有好心情，也预祝我们的 For Me 大卖，拜拜。